公子不叫门吗？在下可是唐丽慈，万窍斋主，自然是等他们出门迎接。唐丽慈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还敢回来送死！毕总管，好久不见啊！在下唐丽慈，求见碧落公主。公主要见你。唐公子，池大哥和沈大哥还在外面受冻，不请公主先让他们进来。碧落宫不迎外客，池云他们恐怕还得再受上一会儿冻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功力深厚。碧落宫不喜外客，那我们是罪犯。啊？碧落宫不染俗尘，还请先更衣。公主会亲自审问二位，请。唐丽慈见过婉玉公主。小女子阿谁参见公主。姑娘很意外。现在姑娘更意外的是，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小女子只是没想到碧落公主是个瞎子。抱歉。不必为本宫难过，本宫已经习惯了。本宫自幼失明，却练成了一门绝学，不能视物，但能视气，也能感受到细微的光线变化。其中最特殊的是，能感应到别人的心象、怀疑、猜忌、恐惧。剧烈的情绪，本宫都能感受到。姑娘性情温顺耿直，本宫自然能轻易猜到。姑娘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朋友。你知道我一定会见你。当然，4年前，安葬老公主的不朽金冠被唐某所盗。若不见唐某，如何寻回金冠？堂堂一阙阴阳，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。想要交回金冠，换取碧落宫的庇护。碧落宫的消息来得可是真快。唐某有几位朋友正在外等候，还请公主先放他们进来。天下皆知碧落宫不迎外人，你盗走老公主棺木已是死罪，还想和碧落宫谈条件？难道婉玉公主不想安葬令尊吗？还想威胁公主？本宫不觉得你能撑到第6种。公主或许有10000种方法杀死唐某，但这当中绝对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让令尊入土为安。你真的很有本事。
4年前从碧落宫盗走金冠，如今猫牙峰的玄冰之气也困不住。但是，你以为本宫会相信一个被天下人追杀的宵小之辈吗？宫外之人中，有正在追捕唐某中原剑会茶花岛岛主程运鹏。即便碧落宫隐居室外，不涉正邪，但无论公主是打算包庇唐某，还是处置唐某，是否都应该先给中原剑会一个交代呢？你再跟本宫谈条件。唐某只是希望公主可以尽快下决定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中原剑会与风流殿在碧落宫门前狭路相逢，恐怕公主不涉江湖的日子要结束了。我让你干什么？给我杀！父尊，这样一曲纸上，你敢打吗？但凡我们再流露出一丝战意，这首平静的曲子便会化为音伤。唐离子，你果然在这里！唐狐狸，你没冻死啊？还进去了？那感情好啊！你快让公主把门打开，放我们进去。碧落宫和唐离子结盟了，怎么办？碧落宫向来中立，必不能容兵戈在前而坐视不管。你先后将两方势力引到碧落宫，再以琴声高调相助剑会，这样风流殿必会以为本宫已与你与剑会已经达成同盟，你便可顺理成章地逼本宫卷入此事。公主有命，邀请程刀珠等中原剑会人士进碧落宫做客。你们碧落宫是要跟我们风流殿作对吗？我劝你们，在做出威胁之前，先考虑清楚自身的能耐。天河之下，不乏尸体。婉玉公主既然救了池大哥他们，为什么又将我们分开安置？或许她是不想任我摆布吧。唐公子，你当真太冒险了。怎么，你还没习惯吗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等池云和沈郎魂找到我们再说。这里房间众多，不仅每个都长得一样，而且星罗棋布。池云他们能找得到我们吗？沈郎魂是善于潜伏搜索的高手，在剑王城他就可以随意来动，说不定此刻已经在门口了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事情还得从剑王城一战之后说起。我接下了于气凤那一记西风斩荒火之后，被普珠先生救下，就在你们找到我的那间竹屋里。怎样的约定？碧落宫。只要先生放在下离开，唐某便会想办法引荐中原剑会与碧落宫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中原剑会早些年亦曾派人去接触，皆无功而返，甚至连婉玉公主的面都没有见到。你要如何引荐？4年前，唐某自碧落宫偷得埋葬老公主的不朽金冠。婉玉公主若想寻回先人棺木，
那就非得见上唐某一面不可。风流殿盘根错节，耳目众多，若剑会想要联合碧落宫的消息泄露，风流殿一定会出手阻挠，甚至会派人抢先一步试图与其结盟。唐某现在是一雀阴阳的嫌疑人，剑会可趁在下前往碧落宫时，派出使者假意追捕唐某，以此掩人耳目。只要到达碧落宫，唐某一定会想办法引荐使者与婉玉公主会面，届时就看剑会是否有办法说服婉玉公主一起共抗风流殿了。对呀，碧落宫这么多年来都不跟江湖人往来，我看他们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那你又怎么笃定他们会跟剑会合作？因为老公主的不朽金棺里是空的。什么？已按照公主吩咐，将访客2人1房安置在紫霄院各处，不回故土，绝不下葬。婉玉一脉要回中原。公主，一雀阴阳已死，前朝早已覆灭，婉玉一脉重回中原，只是一念之间。至于是跟风流殿合作，还是同中原剑会结盟，那就看他们的表现了。天行星辰，如影如形。你发现棺木是空的，你就猜到老公主有落叶归根的想法？见到婉玉公主之后，我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。难道婉玉公主不想安葬令尊？你还想威胁公主？不是我说，唐狐狸，你这脑袋里面一天天装的什么？这么弯弯绕绕的想法你都能猜出来？只是回归中原的路，并非只有一条。可婉玉夜旦把风流殿也放进了碧落宫。他是想跟风流殿合作？成王败寇，与其投靠会失败的一方，不如押对赢家。